你知道吗？我结婚之后，我绝对不会给我女儿看迪士尼公主。哦，那为什么？要不然就跟我一样白痴啊！你看我就是这样从小看迪士尼公主，所以现在变这样。然后当时听的时候，整个人笑喷。12, 11, 10, 9, 8, 7, 6. Hey yo, welcome to Panda 这个绘画及画家频道。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如何爆改所谓的着色本。像你讲到这件事情，你以前常干这种无聊的事情吗？上课无聊的时候会画那个国文课本的什么欧阳修啊，就是国文课本欧阳修嘛，孔子，对。对于着色本来说，你自己小时候常用吗？我有画过着色学习单，反正我那时候上一个有点像实验幼稚园的地方，而且它很靠北，它叫苏格拉底。然后呢？然后那时候就画课啊，然后他就给我们画一只鸭子，我就拿蓝色跟黄色画，结果我画到快完的时候，老师就把我那一张拿起来，然后跟全班说这一张是很不好的示范，然后叫我重画一张。后来我就用橘色跟黄色还有红色来画鸭子，然后那一张就过关了。我觉得那件事后来到我长大有一阵子，我才发现我不敢上色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对，所以它某个程度也算一种苏格拉底，很启迪啊，它让你之后再也不能碰色彩。OK， 我对着色本的应用很好玩。其实我不是小时候就喜欢画着色本，我会觉得画画嘛，你就是给我一张白纸啊，我只有把它画完才叫我画的嘛。我会觉得有着色本这件事情很智障，我好像被限制住。我到了更大一点的时候，开始画着色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有很多卡通人物的定稿。你记得小时候没有网络的时候，你有那个年代吗？有，我拨接上网，拨接上网年代，对，他那个时候卡通角色是没有定稿，就是你只能在卡通里看到，再不济就是去福利社卖电板，但是其他时候你是很难取得到那个图像的。以前的着色本，它是因为它印得够大，到3年级的时候，我已经把它当设定稿在用。哦，而且我不喜欢画人的。我当时第一本画的着色本就是战斗陀螺的着色本，我想画里面的圣兽，什么龙骑士、什么金牙战龟、烈焰飞凤这些，那个定稿是很难找到。我是找到它之后，然后拿回来，再对着电板把颜色移植上去，这样画。有一次我用铅笔画，然后画着，后来觉得不够黑，加炭笔。他那时候不知道喷胶这种东西，加了之后顾不住，你知道，就你手一抹就抹掉，就不见了，对，就不。然后我就很审慎的把它画到完，画到完之后，然后我干了一件什么事情？拿透明胶带这样撕开，然后贴上去，剪掉透明胶带，撕开贴上剪掉，然后最后那张纸已经就不是平面了，就是它变成那种很奇怪，因为有的地方贴到，有的地方没贴到，它整张纸变烂皱皱的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深深的看着我把一张我好不容易涂得很好的画给毁掉了，对。所以其实我们这次做的事情不是改课本，是爆改着色本，就这一本，这个，这是我们上礼拜六在一家书局看到的，那里面就是这样子，正反2页这样子。我觉得当时看到的时候，我们2个都突然觉得对此非常有兴趣。我记得我学生时期有个那种很有名的，就是帮白雪公主重新配音。想下是不是这样跟男朋友拍跑拢无来看蛤蟆？什么泡泡？然后故事在线呢？而且他是台大做的，是当时我台大同学是有个叫什么平胸公主的 YouTuber 有没有？白痴公主，对，白痴公主跟平胸公主，靠北。不是因为他自己一直说他自己平胸，我觉得在那一刻开始，迪士尼开始变成一种很奇怪的噩梦或负资产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它不再是象征的童年。当你人生开始经历到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迪士尼都怪怪的。比如说白雪公主跟七爱，一个15岁、18岁还好，最大到20岁的一个女生，跟着7个老头住在森林里面，而这7个老头没办法做饭啊，干嘛的啊，有点怪怪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想睡美人，他来亲你，然后亲完之后你就爱上他，而且记得睡了很久，就是他睡了30-40年。哦，对，他被下了魔咒嘛。在我大学那个阶段，好像还有出真人版电影。你长大之后，你再回头看这些童话故事，你会觉得有一种深深的欺骗感。我遇过一个女生，你知道多好玩？她不算是一个情路很顺利的女生，然后她跟我说，她说哦，你知道吗？我结婚之后，我绝对不会给我女儿看迪士尼公主。哦，那为什么？要不然就跟我一样白痴啊！你看我就是这样从小看迪士尼公主，所以现在变这样。然后当时听的时候，整个人笑喷，因为她是一个任何时候都幻想着一种公主梦想，然后去各个国家一定要先到迪士尼打卡的那种人。然后那你再看她现在这种
情路坎坷的状态，你就觉得哦，原来迪士尼真的是有祸害。所以当下我们看迪士尼的涂色本，我们就觉得一定要买回来爆涂一波。那嘉信，你这次选哪个角色我们来涂？画灰姑娘好了，仙杜瑞拉。为什么是那个角色？就是他那个故事，都不是说姐姐把脚塞进去，然后塞不进去嘛？对啊。对然后我后来去看原作的格林的版本，那原作他是把脚削掉了啊，就是那个姐姐是削足适履，为了要那个穿进去，所以把她的脚削掉啊。但迪士尼的改过了。我小时候幼稚园睡觉的时候都会帮全班放这个故事，然后听到红舞鞋，它是没有改编，就是它不是穿上去一直跳，然后就把脚砍掉，对，脚改掉是没有改掉的。然后我是睡到一半听到，然后眼睛张开，然后看着那个收音机这样子，就是觉得特别的惊慌失措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听到那一刻的感觉，就像是一个妈妈切辣椒，然后小孩在那边哭，她还转身忘了洗手，就用手帮小孩抹掉眼上的眼泪，结果小孩哭得更大声，有没有？就是有那种感觉，就觉得靠，这个录音带我再也不听。OK， 好，那事不宜迟，各位就看着我们怎么改编，然后等一下我们就带着我们改编的这种很中二的神作，然后跟各位见面。来，各位，千呼万唤始出来，给你们看我最终成果。当当！我想讲的是说，或许我画的这个画里面有一些不正确、政治不正确的地方，或者是什么看到偷窥到我的内心的一些奇怪的角落，大家要多包涵哦。我一直觉得绘画世界就是容纳我们心中肮脏污秽之处，某种程度上这还也很真实。那我们只要不要真的把这件事情付诸实现来做就好，大家就看一看，全当个乐。但是我还是有很多事情想说。我想说的是，为什么会把它画这样子？前阵子不是流行一个词很红，叫哥布林吗？对，我觉得这个本涂色本里面的所有的马的角色都很有意思。有没有像这只马的女性，她好像跟茉莉是一种就是 T 的关系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有一种很奇怪的一种情节，而且它每一只马都有很奇怪的这种不管表情啊、自信啊，当然马本来就是这种动物啦。可是我甚至觉得像这张就很有情愫，你会觉得吗？就是你看我帮你别花，然后就是有种这种拉拉感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你看这只是帅马，这是帅马。然后这个帅马正在就是很开心的载着这个小女生，就是我不知道，我觉得瞬间对我来说，这个东西很像是一部超跑跟超跑司机，然后载着一个女生，然后女生好开心这种感觉，就它这里面充满着很多这种看起来很和善，但其实有点怪怪的，有点色，而且每次都是马跟人，你看这里面是没有男主角，然后还有这种四人行。有男生，终于有男生。这个我们下次改入，各位想看的话，你们可以跟我点播一下，要看长发公主。你看这个超级拉，我就很喜欢。对，好，那我为什么这张会改成这样？就是我觉得这一只马的表情跟它所处的位置很奇怪，因为它很大，然后它又很老实。可是嘉信，你有没有见过那种身边很喜欢这女生旁边装老实的那种男生？好像有啊，有没有？但是女生觉得很 OK， 但是我们作为男性，你这样会看就觉得，这个人有点不单纯，有没有？我告诉你，这两张画的概念是，这个是现实当中看到的场景，这个是他内心其实想要的场景，而且这种人很多到最后还会被好人卡。对，就你知道这种人吧？我知道。我没有在说谁哦，我只是说我看过很多这种人，然后我就想把它改成一个很大的地精或哥布林，一种食人妖，它是一种对这个女主角很诚恳，但同时有所图的一种很矛盾的状态。然后这个女生，我就把仙杜瑞拉给换掉，我直接换成我喜欢那种网红的那种状态，然后是那种布丁头发，有没有？布丁头发很多那种家里比较严格的留学生很喜欢留，因为他们都是先染黄，反正呢到了学期末要回去的时候，那个布丁长出来，底下那个黑长出来了，这就变成黑黄。因为我以前留过学，所以对这种发型，有一种不能说特别被吸引，但是对我来说代表着很多事情。这个女生呢，她又很厉害，就是她完全不在乎这个马还是这哥布林是怎么看她的，她完全是自顾自的对着镜头，不停地找镜头。其实我把这张换得更东方一点，蓝眼睛换掉，然后就我让她，甚至我让她的嘴唇是黑的，因为我希望她有一种毒女王的黑女王那种气场，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表达。对 ，OK， 那我们就来看嘉欣你是怎么画。好，
来，嘉欣告诉我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恶趣味？因为我前几天休假在看火影，我在重看啊，反正我很喜欢火影里这个画面，就是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经典螺旋丸跟青鸟打在一起的画面。对，然后又是他们第一次在那个周末之谷打的画面，就反正我第一眼看到他们这个对视，我就觉得他可以有一个对抗嘛，有一个冲突，对，有一个冲突，我就想要把那个图画成这个样子，就是我觉得这种爆改，它好笑的点就在于说，你要维持它原本那个姿势的一些方向，但是你把它用一个很奇怪的方式把它扭成另外一个图像，对，然后所以我这边就把它这一只手臂折上来，那其他脚的部分就保留。仙杜瑞拉是脸的方向留着啦，然后手直接爆改，他脚也是让它长出来，因为那个名场面就是重要的就是那个柱间跟斑的雕像，对，然后刚好你说后面这边，对，刚好这边有个空间啦，然后我就把这个透视画上去。对，我觉得这种图用蜡笔画还蛮有趣的，就是说蜡笔它有一种很原始的暴力感，它会更有那个你再把那个图硬扭成这个东西的很奇怪的感觉。然后我国小画了很多写轮眼，然后我刚在画的时候，我就想起我那个死去的回忆。对，但是你马就直接没有把它改成佐助脸了。对我马就是保留马的脸，因为我觉得保留马会比改成佐助还好笑。然后你那个鸣人的嘴就是脸就直接使用仙杜瑞拉那个脸。对，脸就用仙杜瑞拉那个脸，但是眼睛就把它画一下，他那个九尾模式的那个样子。对，但这就是那个很经典那个他们两个打在一起。对，两招互对轰的那个，然后会选仙杜瑞拉，还有因为他也是金发，所以蛮刚好的。我觉得你有这个想法哦。对啊，虽然后来金发也换掉了啦，对啊，但就是那时候看就觉得啊，这个改起来蛮不违和的，而且鸣人的设定本来就很像外国人啊，就是那些火影的脸其实都蛮像外国人的脸，所以我就把它画成这样。所以嘉信，你对于这次爆改你什么想法？我觉得蛮好玩的，是说因为你越画越久以后，其实你每次画图的时候会想很多事情，然后这个做法它会让我稍微放得开，或是回到以前有一点在画画，有一点一开始在画画那个。可是我觉得爆改的乐趣是在你什么都不能做，被限定在课桌椅上面的时候，才会有那种灵机一动。对我来说啦，我觉得下次爆改，我的确想使用你那种方法来改，比起我现在这样直接画出一张图来说。所以各位观众，你还想看我们改什么？如果各位有这种不想学乖的朋友，想看我们爆改课本，那很简单，下次我们会加进直接去找那种卖课本的地方，直接买课本出来爆改。还有就是，你还想看这一本里面的什么公主？留言告诉我们，我们会看票数最多那一位公主，然后再爆改一次给你们看。然后依旧是我跟嘉庆这样子互相对决 ，OK。然后再来就是告诉我，你们更喜欢嘉庆的版本还是我的版本 ？OK。这次 Panaverse 提供你一些绘画的小游戏，让你在生活当中跟绘画可以更近一点。OK。那么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感谢各位，拜拜。